大家好，我是云飞。比亚迪宋我已经开了有5000多公里了。之前买的时候都知道它的车机比较一般啊，到手之后才知道简直就是简陋。这还是D-Link 4.0的 UI， 实在受不了了。而且比亚迪终身免费的 OTA 我已经升级了2个版本了，说实话，升了和没有升一样。我们望眼欲穿的 D-Link 5.0它是没可能了，人家还指望着靠这个系统区别一下车型，吸引你买更高配置的车呢，还得是我们车主自己动手，折腾了很多，最终来看一下我的效果。首先是我们的开机，我们启动。然后我是设置了开机自动播放音乐，我先把空调给关了。好，这个时候我们的网易云就这一块，它已经开始播放了，把声音给关掉，它现在是在播放的。映入眼帘的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 D-Link 5.0的一个 UI， 这边是一些车控，然后这上面是一个常驻的车控，我是把它设置为常驻的，这个壁纸其实也是可以换的。我可以先简单的设置一下，把它设置成动态显示的。那平常我们就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如果你需要这边的车控出来的话，我们点击一下它，它就会出来，它是这样一个状态。有一个大家非常期待的功能就是看到吗？3指滑动，然后温度，然后温度，然后关掉，开启，调低一点点，调高一点点，这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把它关掉，而且整个其实非常的流畅啊。然后就是它这个 UI， 本来 UI 它是没有这么多功能的，对吧？这边是空调的开启，然后风量的加减，这个是温度的加减，然后这个是前面的那个除霜，这个是应用，所有的应用，系统原本的一个设置，这边是一个分屏，那就这样子。然后它也有，这边的一个车控，原本它这里是有一个车模的，我是把它关闭了。这是一个胎压的组件，这是一个音乐的组件，这是天气的，这个是地图的，这边可以设置一些常用的应用，这个是它软件的一个设置，主题壁纸，然后壁纸我们可以开启滑动壁纸，这样的话它就会加载一些网络的壁纸，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网络壁纸的一个开关的话，而且它现在是可以同步比亚迪桌面的一个壁纸，我们把这个滑动壁纸关掉，把自定义壁纸关掉，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整个后背，它这个比亚迪的这个后背，它也是这个壁纸的内容，因为我们是设置了比亚迪桌面的，其实也是这个壁纸。其实整个用下来你会发现，它其实不卡，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个3D 车模，我们开启给大家看一下，简单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点它，就有一个车模，但我觉得这个车模比较的简陋啊，所以我就不用它。然后它这个音乐组件它其实是可以到这一块的，但是它这个歌词一直有 bug， 所以我就一直把它放在这。然后同时它也可以有一个音乐灵动岛在这一块出现的，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那它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有的时候它会有一点 bug， 它更新一句歌词，它会重新加载一下，所以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用它，所以我就把这个功能给关了，音乐灵动岛我也关了，就这样比较简单的。然后还有一个可能需要大家看到这个方向盘这边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另一个功能，就是按键助手，它是集合了一个按键助手的一个功能，我们来简单试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开一点点这个背景音乐，我这个模式键，你看就是直接打开我们的网易云，
然后再双击是回到一个桌面。这边我们用的比较少的，我个人是喜欢横屏的，就是全部不让它竖屏，横屏点击它是开启空调，然后长按的话，我这个是关闭所有的车窗。然后我们会经常用到一个东西比如说空调的调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左右键还有上下键进行调整它的一个，上下键是调整它的温度，然后左右按键是调整它的一个风量。这个时候在空调的时候，我们这个是可以调整空调的。然后在360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看到前摄像头，后是后摄像头，右是右边，左是左边。在我们需要这样快捷去切换的时候，就非常的快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应该官方内置的功能，但不知道为什么它不做。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控制不了一个音乐它这个音量了，因为现在是接管了这个它是控制不了音乐的。同时这边的这一块也是控制不了音乐，它也是只能控制这个前后的一个摄像头，所以我这边设置了一个模式，直接进入音乐，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控制。然后它还有一些别的功能，就比如说它有这个新功能是条件联动，就是当我做了什么，这个车它就操作什么但是这个因为是一个新功能，我目前还没有加，待会儿加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好，这就是它一个简单的演示，我个人用起来是非常舒服的怎么样？这个效果讲真的是很不错了吧？而且有很多我们自定义的功能，其实比官方的还要更方便。且我在买车1个月之后就开始使用了，前后经历了好多个版本的更新，功能逐渐完善，细节也改善了很多。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真的是很提升实际用车的体验。这就是来自B 站 UP 主李斯特制作的 3D UI 助手，我会在简介放上它的链接，同时也会把我整理好的软件放在视频的简介。比亚迪飞迪 Link 5.0 的车型应该都可以安装，目前宋 Plus 系列应该是支持的比较好的，因为李斯特大佬他就是车主。然后支持仪表盘投屏的，还可以在仪表盘导航，这是真的很香那我们这就开始安装的教程，记得点赞、投币、收藏。首先我们需要一个 U 盘，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在车机里面安装网盘之类的，这个看你自己的习惯。然后需要提前下载好需要用到的软件，有无线 ADB、3D UI 助手、ES 文件浏览器、横向锁定、LineJob。以上软件必要的只有 3D UI 助手，无线 ADB 软件是给车机没有无线 ADB 功能的车来使用的。这样算，你必须要拥有的软件是 3D UI 助手、无线 ADB， 其他软件只是在你日常使用它的时候用得更舒服你可以先下载安装，以后不需要的话直接卸载就行了。那我们开始安装。这是比亚迪宋 Plus 21款的，它这个车机是这样子的。这个 USB-A 口是可以直接传输数据的，我这里是用的固态硬盘。好，我们开始。首先我们可以先确定一下咱们这个21款的有没有无线 ADB D-Link。使用调试模式，允许调试共享服务界面。所以它是没有无线 ADB 的。然后我们是需要在这边有一个实用工具，里面有一个文件管理器，这里本地 SD 卡 USB。然后我们找到我们自己下载的这个 APP 比亚迪车机软件。然后这里是有 3D UI、无线 ADB、ES 文件管理器。然后我们只需要安装这两个，我们先把无线 ADB 给安了。然后这个 3D UI 是目前的一个最新的版本我们也可以先安装好然后我们返回，它在外部它是不会有这个无线 ADB 的这个工具的，我们还是需要在 D-Link 里面，然后版本管理、服务上设置这里点10下，那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无线 ADB 调试开关，我们开启。这个时候我们打开 3D UI 助手，我们把这个位置信息、储存空间都是允许，然后前往开启这个悬浮舱功能。
ADB 授权，允许 ADB 调试，允许，然后就授权成功了。然后我们要注册为桌面应用，这个开了，然后注册完成之后，我们再点击进去。然后它需要一个微信的一个绑定，关注好了，我们发送这个绑定码，它这里会显示一个绑定成功，然后我们就是确认已发送。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安装好的一个状态，但是这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在系统设置里面，我们是开启了 ADB 授权，注册为了桌面应用，但是我们还要开启兼容模式。然后开启之后，我们需要在中控台的这个音量加减这个位置长按它，让我们的这个车机重启一遍。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 3D UI 助手，你可以选择始终，也可以选择仅一次，你先试一下看看行不行，你就可以选仅一次。这个时候就是这些信息都在了，然后我们再到里面去进行设置，系统控制 ADB 授权，然后我们可以设置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时间控制、胎压显示、3D 车模，然后开启滑动壁纸，这些就是它默认的 D-Link 5.0 默认的那些壁纸。然后目前它这个还有一点这个小 bug， 待会我们再重启一遍。个人音乐我们可以选择网易云，然后如果你有这个蓝牙温度计扫描，你就可以开，然后显示屏幕圆角可以开。然后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它的安装，这些我们可以先不管，我们需要到比亚迪原来的那个设置里面，我这里就先把它设置为始终吧。我们需要到比亚迪原来的这个设置里面去把一些自定义启动什么的都开了。使用工具这个禁止自启动，这里是禁止自启动，然后网易云我们其实应该也要把它打开，然后还有一个 3D UI 助手我们确认，然后还需要在白名单那边，我们需要在这个极速模式这里，因为它这个是21款的，在极速模式这里面 D-Link， 然后这里有一个白名单，我们需要把这两个给开起来。好，我们再重启。好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这边它是双指可以拖动，然后这边是长按可以换位置。我个人是希望在这一边，因为这边这样搞就更方便一点。然后这是默认的 D-Link 的一些壁纸，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这样加一个常用，它就会显示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再加一个网易云常用，它会在这边，然后也是同样的是长按换位置，然后你加错了的话，双击取消它，就把它放回去。然后这边可以放一点常用的应用，同样的我们是这样子加收藏的话它就在这一块，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在这里删除的话就是一个卸载。这个操作逻辑大家应该都明白了然后这个方向盘什么的大家自己看一下，方向盘控制是在这个按键助手这里。比如说我们屏幕旋转键单击，我们可以设置操作 APP、延迟执行、空调设置模式等等等等这个就看自己的一个想法了。比如说我可以设置成主驾通风，主驾座椅通风1档，然后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那它现在是开启了的 ，OK 的话我们就确定一下，我们点击这个旋转，它就可以开启主驾的一个通风，这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具体的一些设置，大家可以自己去设置这些按钮，它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屏幕旋转键双击是什么，长按是什么，语音单击、双击、长按，然后这都有，然后还可以设置开机启动。比如说我这里我就设置了开机自动播放音乐，对吧？我们可以加点，我们设置一下。具体要怎么设置呢？开机启动，我们点击开机启动，我们可以选择音乐控制，我们这里选择播放，因为我们这个网易云音乐 APP 的开启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那台车子差不多
10秒钟内它是能反应过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加一个延迟执行，因为它 APP 它不是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毕竟不是手机，所以我们这里要选择一个延迟执行，大概我们可以选择个10秒钟，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车来选择。那比如说现在9秒，我们先添加一个播放的指令过去，开机它就会选择一个播放，然后过9秒钟之后，我们再选择一个音乐控制播放，然后我们可以测试一下。那它开始了，当然它现在是有一个后台的，所以它会非常的快。那么我们来试一下，我们重新启动之后，它能不能 OK？ 我们确定。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刚才的设置就有了用处，把这个网易云音乐和 3D UI 都加入了一个自启动的一个白名单，同时我们允许它在后台不会杀后台。那我们关闭。然后我们需要过个10秒钟左右，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开机自动播放音乐就设置好了。这是一个很小的点啊。为什么那里要设2次播放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后台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第一次播放的原因是我们需要激活网易云，就是等于是后台让它启动，这个时候它会用10秒钟左右去启动到可以直接播放的那个状态，然后10秒钟之后它这个状态好了，我们再点击播放，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后台播放一个音乐了，这就是它的一个设置的一个原理啊。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设置，比如说你习惯使用这个导航，我们也可以设置条件联动，比如说我们要走了，对吧？我们挂了一个 D 档等于 D 档，确定，然后我们就开启什么？我们就操作 APP 主屏打开我们这个高德地图，我们可以确定保存。就比如说很多人都习惯直接开启 D 档就直接导航走了。我们现在来试一下，那对不对？这样就 OK 了。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些壁纸有点乏味了，我们可以开启这个网络壁纸，那基本上就好了呀。好了，安装过程其实是蛮快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奇怪的 bug， 需要反复调整。且你第一次安装好了之后，如果想要更个性化使用一点，需要花一段时间去调试。这不比原生的 D-Link 5.0香，期待你的比亚迪车可以完美装上。讲真的，21款的宋 Plus 装上真的是有一点这个智能座舱的味道了。然后毕竟是第三方的 APP 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把它卸载掉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下次又需要重新去设置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系统设置，这里备份一个数据，等我们下次再把它装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恢复。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还有昨天小米发布了 SU7，这个价格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我也准备去试驾玩玩了，晚点更新。希望本次的实际分享可以帮助到各位比亚迪车主，记得多多支持。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欢迎留言。我是云飞，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